台湾。哦，不错啊，还有换挡的感觉添。 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并只是 BOB，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伟鸿。Hello， 哎呀，上次拍了他的 Satcha GTI， 今天又带给我们什么车呢？罗达 Artis。其实这辆车是伟盛的，就是伟鸿的朋友，车就借我试驾了，但是车主今天不在，就伟鸿驾过来让我试驾的啊。Artis 呢，我有驾过最新款的第12代的那一辆，如果还没去看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今天我们来 test 一下一个2015年的版本 2.0V 小改款之前的那一款，如果你们看过改款那个的话，前面的车灯呢就换上了 LED 的那个会比较帅气一点的啦。这代呢也不差，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有什么啦 ，Let's go。 据说车主呢当时是买新车的哈，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改装，那我会把那些改装的 list 呢把它放在 description 下面，你们可以点进去看。这辆车没有做 remap 啦，因为据说这个车很少人做 remap， 而且 speed cut 也是没有人做，应该是少人玩的关系，所以是比较难做的。哇，你看它的车灯哈，只要你买 2.0V， 它就会给这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daytime running light 有4颗的 LED 在这儿。等一下我把引擎打着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的。看到这辆车的前面的 body kit 有一点不一样哈，它是来自于 ES-Sport的 body kit， 全码呢据说只有5个哦 ，TRD 的 grill 哦，亚尾呢也是 custom made 的 3D printing 哦，这个都要900块左右哦。我们先去打着引擎，这个顶呢已经 wrap 成了黑色，这个是它的钥匙，你可以用你的钥匙来解锁跟锁门，或者是呢它有 touch sensor， 你打开门之后，side mirror 就会打开，这里就有一个 touch sensor。 你按就可以锁门了。这一代的 Artis 哦，我有一点不太习惯，中控台呢非常的接近你。你坐进来这里的话呢，你有一点幻想着自己在驾着Toyota GT86，然后也比较高，有无钥匙启动。这一代的仪表盘，我是个人认为是相当好看的，你还可以换一些显示。 简单的啦，它没有 color screen 啊。车主的平均油耗也8.5 km/L， 还有的显示瞬间油耗。你会听到它的排气声浪不同，是不是？我来踩一点油给你们听。哇哦 ，OK， 如果你要关掉这个声音很简单，车主就 custom 了2个 button 在这里。以前这里是空的，音乐的 button 就是把 valve 给关掉。还有一点声音啦，打开 valve 就按这里哦，是不是很特别嘞？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 aircon panel 我很喜欢哦，很整齐，很好看，按键的质感也是不差的。哦，这里有一个 custom light button， 这个舱级也换了啦，跟我的车一模一样。终于遇到一个同口味的车主啦 ，Kenwood 的 DDX 918WX， 刚刚出了一个最新款的 DDX 919WX， 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是多了一个可能一个 wireless Apple CarPlay。哇，车主啊，你是怎么换wallpaper的？为什么用了这么多年舱级我不知道可以换呢？然后这个怎么换成 USB？ 好像 carbon fiber 的 plastic 哦，相当的好看。诶，车主跟我一样诶，用一样的嘞，好啊好啊。这是一具 CVT 5段变速箱，来自于爱信的，它可以模拟7速的换挡。Toyota叫它什么 Sport Sequential， 有换挡膜片在这边。车主也加了一个加长版的 Leadership， 所以应该上山的话比较好用一点啦。有一个传统手刹，2个置杯架，还有一个中央扶手。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Best 啊。 喂，一个橙一个白的，干嘛呢？哦，那个灯要这样子开的哦。Defi 的 Water Dam， 看心情，一时走一时不走。Luffy X1 可以显示你的 Water Dam， 然后 Intake 啊。这辆车应该是没有的显示 Oil Dam， 应该是啦。新款的那个 Artis 跟 Camry 就有啦。那这辆车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打开头灯，有自动头灯哈，尾的雾灯、前雾灯，还有就是。 8这样的电动座椅 ，Lumbar Support， 还有一个 Leg Rest 在那边。哦，这里是应该调整 Bass 哈，所以车主改到一套的音响在里面。比如说这里 AB 呢有多了一个 Speaker， 在马来西亚版本的 Artis 它只有一个门是自动上下的，但是你会看到这里有4个 switch 是 Auto Up Down。车主就是从日本买回来这一块的按键，你换上去了之后呢，你就拥有了4个门的一键上下啦，多方便哈。4个门呢，你会感觉到开关门都不一样，是因为都加了3层的。 隔音，这
格也换了，大概1根手指的高度哦，换上了带灯的 adjustable， 有28个 step， 轮胎为 Yokohama F1 Sport 225/45R17，Rexer 的 RP10X， 17寸乘 8.5 节界，跟车身差不多哈、哦。主要是一个 full form 的 rim，Original Brembo F50的刹车卡钳，配上了 Atlas 刹车皮，里面还有一个刹车通风碟啦。车主呢很喜欢用很多都是好料哈、哦，除了鲍鱼是真的之外呢，连这个 nut 呢，它也是要用 Race Original 啊，不是开玩笑的。后面也是一样，17寸 25/45R17 寸，但是后面是原装的刹车卡钳啊，后面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哦。有 touchpad， badminton bag man， kaki 啊，这个空间不会让你失望的啊。主要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一代的 Toyota Altis 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 Torsion Beam。如果我昨天没有去做功课，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一代是 Torsion Beam 的，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我的脑里面啊。通常 C7 不是一般上要 Multi Link 会比较好吗？反正最新款的 Altis 的话，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我还以为这是一个handle来的。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大概剩下一个拳头的位置，头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算是蛮宽敞的哦。椅子下面还有灯哦，发泡棉无可否认，Toyota一路来都是比较软的，也是相当舒服的啊。还有一个中央扶手，置杯架。虽然它的桌子比较高了一点，竟然比 Civic 好的是它的手扶箱还会悬空在这，所以我的左手跟右手坐在这里是平的。前后的那些什么 lower arm push 啊，都是换上 Polymer 的 silicone。这样子来关掉那个冷气口了。左边这里就比较可惜，是个手动调节。打开一下引擎盖，这里下面2个拉杆没有这么好看啊，开 boot 还有开油盖。还有 damper， 这个就是后期装上去的吧，所以这辆车已经安装了 Ultra Racing Stage 1的吧，所以前面有一个很大只的 front strut bar， 但是哦，为了躲避这边的东西呢，他就把它做了弯曲一点点。这副引擎代号为 3ZR 的 2.0 公升自然吸气引擎啦，所称的 Dual VVTi， 原装有145 PS 在6200转的时候，187 Nm 在3600转的时候 ，K&N 的 Drop-in Air Filter 加了一点 grounding cable， 让它的电压稳定。最重要就是这一副电视箱呢，因为是 CVT， 我们怕过热是吧？车主就加了 CVT cooler， 让它冷却。哇，想当年的这个灯哈，会有这种切线，他们说在高速上面会带来稳定啦，他们是这样子讲啦。关闭后雾灯 ，Auto Headlamp。还有防滑系统在这边哦。哇，它很多 button 都是左一下右一下哦，这一辆哦，它不像 Camry 一样全部挤在一堆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是 sensor 吧，parking 的时候有用到吧？很多特别小东西，这个在同一个年代 Camry 是看不到的哈。Altis 果然主打比较年轻化一点，它给到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东西它比较新鲜，它不像 Camry 这样很多都是说不好听啊，安哥架咯。可能我刚开行了太久了，它没有加 relay， 它就 short 掉了啊。对，我明白。OK， 那这辆车是一个2015年的 Toyota Altis 2.0V， 然后没有经过 remap 的一辆车，然后主要是它有这个 Valvetronic 啦。现在开这 Valvetronic 的话，它是 straight pipe 哦，straight 啦。如果关掉的话，就还是有一点声音的。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上山跟开跟关啊，看有什么分别啦，这样子啊。我很喜欢 Toyota 的这个 CVT， 就是在起步上面呢，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迟钝的，然后它是很顺畅的这样踩着去。起步那一刹那，它会稍微提高这个转速一点，让你起步比较轻松。这个 adjustable 装上去会有明显的它的弹跳哦。车身轴距本来不是很长，大概2700 mm 这样子。想问一下关于它的油耗，这个2.0会怎么样哦？中脚一点的话，200多300就没一桶就没了。这么吃油的没？这款2.0中脚才蛮吃油。那我发现了一点我现在我的手要放在这个手扶箱，它比 Vios 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偏短的一个小缺点啊。因为这辆车的车主好像是买新车到现在他有修过什么东西，你应该都懂啦。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要修的，absorber 那些有坏了就直接换 adjustable 那些咯。然后像它的 brake 也是用到烧焦了就换 4 port 了，太重脚了啦，车主也是。然后基本上维修方面的话就也是跟平常车一样罢了，也是换黑油、风格这些基本的东西罢了。其实它的驾驶都很轻松它不会好像让你觉得整辆车很重啊，然后那个 CVT 不肯去啊，它很肯它市区驾驶后很快。
很轻快啊。而且我不知道它的2.0公升跟1.8有没有太大分别哦。换挡拨片是可以用的，在低的时候你没有用一下子，它就跳回去了，或者长按这个加。OK， 这辆车有改过音响哦，有 USB 可以听。哇，改过音响果然就是不一样啊，很 surround 的感觉，尤其是你看 B 乐这边又有一个推特啦，这边又是有啦，而且它又有 DSP 啦，又有这个 subwoofer 啦，加上去 ，good 啊 ，very good 啊。嚯，给它的 CVT 慢慢拉。但是哦，如果是你没有自己去换牙的话哦，觉得那个 bass 又不好听哦。CVT。一定要加 pedal shift， 自己去换牙的时候，人家才听到爽嘛。OK， 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踩完。哦，不错啊。还有换挡的感觉添，所以都有那叫什么 Sport Sequential 的 CVT， 有啊有啊。那这一代的车啊，刚刚这个道我就感觉到跟新的有什么不一样了啦，因为感觉到整辆车重心哦，新的话还是比较低的，然后的那个侧倾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少一点的，这辆车还是有一点大哦。新的有 TNGA 嘛，那我驾过新的 TNGA， 老实讲啦，那个动力我没有比这个感觉到那种快感，感觉到那个动力在哦。不过还为我们关掉那个话会，没有了，没有声音了，风声就没有这么大。现在是关键是在于它的胎噪 Advanced Sport 的关系哦。我感觉到它的过弯表现还是算是不错的。虽然后面是 Torsion Beam 啦，你不讲 Torsion Beam 的话，我还以为它是Multi-Link 啦，这样子开起来。同等级竞的对手了 ，Civic FB， 我在上2个礼拜哦，我有驾过 Civic FB 了，2.0的，哦，那个动力真的是爽。虽然它的隔音就比这个差很多很多，0到100的时候呢，一拉高转呢，它有那种很大的支架的那种类似爆 V 的声音，虽然是Single Cam 啦，动力会感觉到比这个快而已。但是车重就感觉到这个重了一点，大概1300多 kg。过弯呢就感觉到Honda会那边比较轻盈了，要比较重一点，车身重。但是如果讲这样顺顺开起来的话，我会觉得这辆好开过 Civic 啊，因为 Civic 它的 5AD 在那个年代好像比较有顿挫感一点，这个 CVT 是很顺的一个，除非你用 Manual Mode 啦，看要紧不紧这样。有 pedal shift 果然是真的是爽驾，而且它的反应又快嘞。那我一按是很快的哦，而且它感觉给你像 AT 或者 DCT 的来哦。它这个 CVT 给你好像真的很有换压的感觉。是哦，而且新的 Altis 也是这样，反应是快的，只是感觉到这辆车比较有冲劲了一点。那如果我没有开 WAF 的话，加速会不会快一点呢？会吧？会比较轻快，是哦。我自己本身会觉得，但是开起来就声音很好听。现在摆山才2500转哦，它跟着你的上山下山，它的 ratio 会变，这个就是 CVT 的特性。很可惜这辆车没有读那个 CVT temperature， 要不然我们知道它的那个正常工作温度是多少。尤其是现在加了这个 CVT oil cooler 啦，所以我觉得也是好啦，因为车主经常要拿来上云顶是吧？对，是应该的，应该要加的。之前没有加的时候，它就有飞机声，然后变速箱过热的问题，所以就去加了，这个问题就没了。过热的话，它有什么反应吗？看到它就没有给你这样多动力了，它就给你一直maintain在一个 speed 了。可惜啦，没有驾驶模式可以换。我90过这个弯，我坦白说，我真的是 feel 不到什么东西。我想要再快一点，但是我不可以。真的是要知道这辆车的操控好不好，你真的是要再快一点。
那个冷气吹着我的手有一点冷哈。这样子的这个position就对了啦。终于肯进去了 ，bro，thank you。你知道我是 artist 吗？我的二手价钱很高啦，这个。哎，真的嘞，artist 的价钱真的很变态的。尤其是2.0的。我觉得2.0比较值得买啦，如果你要买二手。是啊，因为又有 traction control， 又有 LED 的头灯。缺点只有一个缺点 ，airbag。airbag 2粒而已，除非是前车主选配这7粒 airbag。哇，这个当年我觉得斗大太没有诚意了，真的，你 airbag 都要就是要人家加价你才有，怎么你不要直接放在2.0才有7粒 airbag 呢？你要7粒 airbag 买加一个7000块啊，6000还是7000？我给你1000。哦，是蛮贵的这个。我也是有声音的，你知道吗？他声音盖过我们了。OK 了，好了，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来到山底这边啦，你们就知道我的Part 2是要干什么啦。我们就会把这辆 Artis 2.0V Dual VVT-i 给开上云顶了。还等什么？记得按下那个订阅的啊，朋友们啊！我们下一集的这个 POV 冲上云霄再见哈。那本期视频非常感谢伟宏还有伟盛，虽然车主今天不在，非常抱歉啦，今天就把你的车给捞上云顶了的啦。好了，各位哈，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